日本有个地方，跨年夜最虔诚的人不在神社，而在一家重工业车间的门口。他们带着毛毯，带着睡袋，在12月30号的半夜就开始在一家店门前露营。这不禁让人想，他们得有多大的信仰？然而，他们不是在等什么神明，他们是在等一台能连续打40个小时的弹子机。今天，岛主带你去看全日本最大的黑心工厂。在这里打工的人不领工，还得捧着自己的工资袋，排着队给机器倒贴钱。别急着走，接下来的10分钟，咱们去看看靠着0.1克的纯金，他们是怎么把吃人的赌博洗成合法休闲的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日本不是禁赌吗？这每年能吞下30万亿日元的生意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其实，他们靠的是一套连小学生都骗不过的3店方式。在店里，你赢了一筐钢珠，法律不让你直接换钱，店员会微笑着递给你一个透明的塑料小盒子，这盒子里有一块比指甲盖还小的0.1克纯金薄片，你就拿着这个破盒子走出大门，拐进旁边的阴暗巷子，找到一个只有缝隙的小窗口，里面的人不露脸，也不说话。你把盒子递进去，一叠现钞就推了出来，这岂不是大赚特赚？拉倒吧，这就好比我在客厅卖你筹码，你在厨房换了钱，警察一进门，没毛病，合法。就靠着这自欺欺人的0.1克金子，他们建起了一座24小时不休的合法提款机。但机器吃钱，总得有人买单，而最惨的往往是那个没坐上机器的人。有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，没嫖没赌，每天挤着满员电车上下班。有一天，他看着家里的催收单，天塌了。他那个温柔内向的老婆，偷偷拿着他的信用卡，在弹子机店里套现了整整1200万日元，钱被弹珠吞了，婚姻也散了。但这1200万的账死死卡在老实人的脖子上，他只能去法院申请破产。可是因为债是赌博欠下的，法官看着他，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他手写一份反省文。在法庭上，他低着头交出了那张按了手印的纸，上面写着：错在我没管好妻子。这他妈是什么道理？就好比你被一辆醉驾的卡车撞碎了半生，交警跑过来罚了你200块，理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成功劝司机戒酒，机器闯的祸，老实人低头认错。如果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被迫掏钱，那流水线上的那些人就是连脑干都被格式化了。夏天，太阳烤着弹子机店的停车场，巡逻的店员在一辆贴着黑膜的汽车里发现了一个反锁在里面的男孩。店员拼命敲窗，问他几岁了。这个刚睡醒的孩子为了不让父母被赶走，隔着玻璃撒了谎：我18岁了。而这个时候的监控里，他的父母，那对40岁的中年夫妻，正并排坐在绚烂的机器前，死盯着弹珠掉落的轨迹。当他们被叫进办公室，面对铁证，2个人面面相觑，说出了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：我们以为把孩子留在家里了。在这家合法的休闲中心里，他们的大脑已经被高频的声光彻底劫持，亲生骨肉这4个字早就被机器当作无用数据删除了。你以为这家工厂有多高级？醒醒吧，里面那声音高达90分贝。什么概念？就是有人在你耳朵边声嘶力竭的吼。你想在这儿休闲，第一步是拿一副工业级防噪耳塞死死堵住耳朵。这哪是娱乐啊，这是去工地打灰啊。更荒谬的是，那个小窗口换钱的地方，你以为里面是无情的 AI 机器？错，里面是个拿最低时薪的打工人，每天几千万的流水，机器稍微算错一点，只要账面少了，不管几千还是几万，当班的员工就得拉开自己的双肩包，掏出自己的生活费，默默把坑填上。看懂了吗？
这个吞吐30万亿的庞大帝国，用来掩护它运转的核心防火墙，居然是底层打工人瘪瘪的钱包。所以总有人说这是成年人的自由，这他妈叫自由？这是给羊群发了自愿体验表的屠宰场。深夜12点，打工人推开玻璃门，摘下工业耳塞，听不到风声，只有耳朵里的长鸣。他看了看空掉的工资袋，点上一根烟，告诉自己明天一定赢回来。别急着骂他贪婪，在那个没有窗户、没有时钟、只有多巴胺和噪音的空间里，他们真的在追求快乐吗？或许他们只是太累了，太孤独了，所以跑进这个合法的精神 ICU， 给自己打一针麻药。只是这针麻药一不小心抽干了他们的人生。把你微信列表里那个整天喊着去澳门翻盘的兄弟艾特出来，别骂他，他只是在现实里被锤痛了，想去机器里找点安全感。但请告诉他，机器没有感情，他连骨头都不会吐。这里是岛国那点事儿，我是岛主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懂。下期痛快点聊。